先来看看我们狮子最近的一个个人整体情况。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权杖侍从啊，那这张牌啊，在年底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狮子会觉得干劲十足啊，对自己也是越来越有信心，好像就是对未来有很多的期待，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计划想要去落实，所以呢，在着手把这些事情都落实下去。那我也能看到我们的狮子最近是有一些关心你们的人，或者给你们提供帮助的贵人啊，所以其实状态是不错的，大环境呢可能也是比较有利啊。那么在12月份，我们的狮子有没有桃花机会呢？出现的是一个权杖3，火元素的3号牌啊，它代表着一种局势和状态的打开。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当我们的狮子下定决心、卯足干劲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开展，包括你们的工作，包括你们的感情，只是它没有到达遇到桃花的那一步，可能只是有一点稍微的转运吧。所以说这段时间啊，我们狮子可能会朦朦胧胧的看到，好像在感情方面会有一些机会了，会觉得有一点点起色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啊？那么在原因这边呢，我们抽到的牌是圣杯5啊。首先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狮子啊，在感情当中会是一个比较悲观主义的人。或者说你们的状态现在会有一点负面，可能之前受过的伤还没有完全的清理干净啊，然后呢，内心的心情啊和想法就总是会被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所困扰，占住了你们太多的注意力，导致你们很难去积极阳光的面对自己的感情生活，去迎接新的机会，或者说充满希望的去期待啊。所以你们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其实蛮影响整个能量场的，也导致你们可能感情一度是一个停滞的状态啊。那么过去这边呢，出现的是一个恋人牌，我觉得狮子应该曾经有过一段让你很难忘的经历，就像我们图中的这一对亚当夏娃一样哦，是那种惺惺相惜，甚至让你觉得是灵魂伴侣。但是最终因为种种的原因哦，尤其是跟他沟通方面的问题啊，导致心存芥蒂，之后就很难再回到你们当初的状态了，最终就是草草收场。这也是导致我们狮子前面出现这个圣杯5的原因哦。所以其实呢，过去的那一个人，那一段感情就像白月光一样啊，一直会让我们的狮子静在心里放不下。同时我觉得其实狮子啊，对待感情要求真的蛮高的，你会想要找到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他了的那种一眼就可以入眼的人，或者说一聊天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懂你的样子，真的是过于理想化，也显得有点不太成熟。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环境这边的影响，出现的是一个逆位的圣杯7。我第一感觉就是狮子可能经历了这么多，不管是感情上面的伤害啊，还是说空窗期的痛苦和孤独，尤其是看到了你们身边这些人的经历慢慢的开始有一点回到了现实。你之前可能对于感情的那种要求也在慢慢的做调整，也不是说就降低了要求是更加的会切合实际了一点，所以你也是慢慢的在清醒这种感觉我是觉得有一点让你意识到从前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也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失落和迷茫，尤其是身边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幸福，或者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让你们就会难免的有失落和迷茫，会在想那我的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的另一半他在哪里。同时呢，我也觉得其实身边呢可能会有人给我们狮子有意无意的这种负面信息，比如说催婚或者给你们一些压力和责备，让我们的狮子真的觉得压力蛮大的，内心也蛮失望的。那么短期的结局这边呢，出现的是一张战车牌战车又有一点回到了我们狮子的那个力量就会有点说，虽然一度你们会觉得情感这个情绪上面有点低沉，有点迷茫，或者感觉抓不住，但是战车是一个比较有明确目标的，然后也会有实施行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们接受了现实之后我觉得会马上做出转变和行动，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做，而且你也是想做就可以做到的，你也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能够按计划和自己的要求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呢，只要有这样一个精神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那又回到我们前面的这个权杖3，就是我们的狮子开始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你虽然不是说马上就是脱单遇到一个人，但是你会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面行动，这就很难得了，也是很有希望和值得期待那么最后我们给狮子抽3张牌
看一看塔罗给你们的建议啊。这边出现的是星币7、圣杯10的逆位和这个宝剑8。首先核心牌是我们圣杯10的逆位啊。这张牌啊，我觉得关于感情的这个事情，你可能就是有点越着急越容易失望。更多的其实你们先要把这个心情调理好，以及把你们自己的目标去更加的明确。可能你要更加的去学习如何智慧的与别人相处，如何去对待亲密关系。因为宝剑8这边哦，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啊，你们容易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有什么想法呢，也不愿意去跟身边的人，尤其是对方去沟通，对对方的不满意啊，或者你的一些情绪啊，都喜欢憋在心里面哦，还是会有很多的自我设限，以及对你自己的不满意，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啊，在一个状态当中没有退路啊，会有很多的这种负担和压抑。但是我也看到你们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因为星币7在这边，说明你们一直都很努力的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也在为自己的感情去寻找出路。你是有在积累，有在努力的，那么未来也许很快就是到你的收获的季节了，所以要有信心，同时呢也要认真的去对待。